在我们爱奇艺站内有一个逐玉心动名场面的投票，你们可以一起来猜一下最受欢迎的名场面是什么 ？Top One 最受欢迎的名场面。那你可以说在哪个阶段吗？哪个阶段？可能稍微前面一点点。前面的阶段，西湖酱是吧？那是在床上吗？那是在床上吗？不是，这是谢征生病。西湖酱我一直生着病。对，但是那个场景是他在床上，我在哪儿？我在床下。算也不算，你再猜猜。算也不算啊。是吃。说对了一半，但没全对。说对了一半，不会是那个陈皮糖吧？不会吧？看来你们心里面最甜的是陈皮糖。那只能说他心里。那你说一个。哈哈，就问到我了，是不是？正果啊。我刚想我觉得那儿很甜，就是你帮我要到地契呢。把地契给你那个。对对对。哦。就可能常月很感动，就是第一次。但其实，在爱奇艺站内最受欢迎的是，他是我的夫婿，我樊长玉名正言顺的男人。你们喜欢那样的是我们爱奇艺的观众们投票最高的 Top One。真的吗？真的。这么前边？我以为他们会后面一点。后面肯定还有很多很甜蜜的场面，那我们大家翘首以待吧。一起来看逐玉名场面。就算有人敢参我，那皇帝小孩他敢接吗？啥是吧？这是已经出戏了。想夜游京城，怎么能就在马车上？你这可好了。其实我特别感谢这个烟花的颜色。我感谢宋嫣有眼不识樊长玉，感谢宋嫣还把他放在马那里打。你曾经说哇，我这个璞玉。天哪，这个曲子配上。但我现在才知晓，你才是那块玉。其实这一段已经是我们比较后期了，两个人已经就是非常安稳的时候，对，情到浓时的时候。对，这一段就是谢征对常玉的表白。对，而且要带他夜游京城嘛，他一直是樊长玉的一个愿望。对，所以说其实谢征在这一场戏是借这个跟樊长玉诉说了自己的心肠，而且他的内容很点题。还有刚刚那首歌特别配，是不是？是吧？当时谢征对樊长玉还说了一句表白的话：“长玉，你才是那块璞玉。”我母亲也是我母亲，刚好是小田现在在拍的剧里面的妈妈。哦，是吗？天哪！这场戏是打完108鞭的那场戏。严正，天哪！严正，我那帅气的舅舅。你不该来的。我是不该来。你呢？你不是魏延在林园，你为何一个人来啊？这后面是不是就我对你说那个武妻常玉是不是？对，就是这一段。父母容彼，凡是常遇，平安人世，儿民在旦夕之时，为他所救。天哪！现在在回顾来时路了。之际，得他所爱。
儿在战场10余年了，从不觉得自己还活着。是他云娜，放居人间值得。天哪，好强的感情张力呀！我谢征到底哪里做的不好？这是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若我不喜欢你，会来找你吗？我会担心你受伤，替你上战场。你喜欢的是严正。我想清楚了，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征，我都喜欢。你这是想得好清楚。在哄我？哪有哄你，都是真心话。你是严正的时候，我们每日操心的就只有柴米油盐。你会抄书写诗文赚钱，我能刹住。我记得这个景是个噩梦，当时拍着拍着潮水就涨上来了。对，涨潮那个时候也能渡过去。但你是吴安侯谢征，我什么都帮不了你，也不知你在忙什么，愁什么。我娘亲跟我说过，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互相扶持，才能走得长久。那些怨偶，都是还没学会体谅就过完一辈子的。感情什么的，早就消磨光了。我不想这样。哇，张宇，他们两个的现在的恋爱模式好健康哦都。是虚妄的，之前就拉扯的不行，相通才最重要。我当然两个人通了。不用那些弯弯绕绕了，对，然后他们两个非常当两段。直接的去交流，表达自己的心都意。张嘴了。嗯，弟弟说你想和我一起回临安重建我们的家，我又不是石头做的，也会感动，也会舍不得。严家有一事，我必须做。我要去救芊芊。但你知道，掠走于芊芊的人不简单，凭你一己之力，不一定能救得出来。总要试试才知道。这样，临安的仇，我替你报，人我帮你去寻回来。于芊芊，我替你救出来，你就不要去冒险了，好吗？我喜欢你，但我不能余生都依赖你。这样的话，便不是我了。好，我知道，只有你做了决定，肯定不会轻易改变的。这场戏我到后边，其实谢征跟常玉说开了之后的感情观还是挺健康的。嗯两个人没那么多弯弯绕绕，有什么话就直说了，而且很尊重对方。嗯，对对啊，尊重对方，你要去救人，那我可以帮你，但是如果你拒绝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同意你，就不会去强逼着对方去做不愿意做的事儿。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重磅的惊喜嘉宾，太重磅了。小田林鹤，请用属于你们的方式来召唤一下我们曾导出场吧。今天大老爷，坐，别，妆造了吗？今天
我看一下，哎，妆造了，那必须的妆造了。我坐这不合适，没事，当然合适了对。这是你的综艺首秀吗？这综艺啊，对，这是综艺，我们就是长综艺，还要做几期的，紧张吗？我之前参加过一个综艺，但没参加过现场的。哦，这个不能剪辑了。那还好。直播一会儿。行了。从细节一起来品竹玉。大家看完竹玉都感慨导演好会拍。那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曾庆杰导演和我们的2位主演林鹤、小田，一起来聊一聊竹玉当中那些隐藏的细节和用心的设计吧。能不能先聊一聊《诛仙神图》的光影运用？曾导是怎么做到让小田和林鹤都在猪圈里出了神图的呢？这必须得曾导来细说。首先，那个猪圈也不是真的猪圈嘛，就我们自己搭的猪圈。大家看到的，其实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有一些我自己觉得还挺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其实那场戏是属于他们2个人之间建立的第一份，都不能叫做感情，只能叫信任吧。一个刚打完仗、刚受完伤，就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野兽，但是他伤了，这个时候其实这野兽是最凶狠的，谁来可能都会咬他一口的那种感觉。樊长玉顶着很多压力把他救了，刚好在一个猪圈里面再推开一些杂乱的东西，樊长玉就像一束光一样照到他脸。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而且为什么一定是猪圈？我觉得猪圈这个东西正好也是樊长玉一直心心念念要办起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很有象征性的。确实也有一些反差在里面。如果不是在猪圈里面，反差也没那么大。是，所以就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想过，我们拍出来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好。你自己拍的，你自己也不知道。绝了，只能说他在谦虚。没有，我很装，我就不会告诉他们拍得很好，我就也就这样。哦，原来是这样，也就这样。但我内心里面是很开心的。哇牛啊！然后就可以更好，可以更好，都是这样。精益求精。其实也是拍出了神迹的感觉。大家都说小田那一幕是神明少女，林鹤的落难侯爷也让人忍不住的心疼。常玉出场在雪地里簪子掉落的那场戏，是一个非常细节的小设计，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聊一聊呢？那个我们在化妆间的时候都聊过很多次，但有一个细节就是我想强调一下，其实樊长玉不是因为这个簪子去救他，他反而是反过来，他是因为回去救他才找回他的簪子。没错。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他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但是还是在抉择的时候，天使与恶魔在头上旋转的时候，可能就想着还是要扑回去。就正是因为他扑回去，他自己在说啊，我的簪子原来掉在了这里，不然的话我的簪子可能就不见了，就我自己最心心念念的东西就不见了，反而是因为自己的善良而重新又得到了一个眷顾，或者说叫做他母亲的庇佑吧。就我们当时想的还算是挺清楚的。除了这个，但这后面的簪子其实也一直都是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在看观众对这部小说的一些评价，这钩子不能丢哈，把它变得更圆满吧。簪子在剧里面其实是推着2个人的感情往前走的。对啊，有好多这种细节，比如说簪子，还有导演设计的那个发带，都是一些我们感情的维系和推动情节的一些小东西。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发带，有带了真实的发带吗？是我们戏用的发带？不可能，肯定定做了一条吧？真的吗？不可能。这个我知道，我盔甲上那个发带，你那个发带这又哪儿来的呀？这不是我的口水巾吗？这是什么？这个发带能说吧？这质感的发带一看就是武安侯谢征的发带嘛，它是我切大号之后盔甲上面戴的那个发带，其实跟我征战沙场多年，但是我跟樊长玉那个沙带不是这个，是它一个蓝色的布条，曾导设计了那个布条穿过。在做预告都想这么做，对，是真的，就是很多这种细节都可以体现出我们俩的感情吧。我们还做了那个鸟海东青，然后把那发带绑在海东青的脚上，飞跃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它。对，是挂在对藤条上。那时候你在一个山村里面，是不是在山贼窝里面？你以为是山贼窝，结果就在那边把那个老妪给背了出来的那个时候。哦，对，是刮痧啊。刮痧。既然提到了刮痧，曾导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剧里面的刮痧名场面吧。导演说刮痧，小说里面就有，就我们看小说的人，可能就是一看都觉得那个肯定是要想办法还原出来的。我们拍片的时候，其实都很会注重说小说里面有没有一些跟读者有共鸣的一些戏，肯定得保留下来，不然肯定被骂。剧里面常玉的身世是通过很多回忆和闪回的方式去呈现，曾导能不能展开给我们聊一聊呢？对他的身世的设计，那太多了吧？后来其实
实谢峥很快就已经，当他知道了樊长玉的父亲很可能是，不是很可能就已经知道他已经就是确定的父亲在战场上面，就导致他那个锦州惨案里面的算是一个最直接的凶手的时候，那事实上算是世仇了两个人。但事实上谢峥又会很快的调整好自己，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算计跟阴谋，而没有把这件事情怪罪到自己的伴侣身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会那么快的去这样？其实跟他的父母对樊长玉的教育其实有巨大关系的，因为他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他的父亲啊、母亲其实一直跟他去强调跟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说仇恨有关系的，反而是非常美好的教育。对，例如说他的父亲其实会告诉他，武安侯其实是西北战神啊，如果没有他的话，西北可能这个地方会乱了套了，这类就很正向的评价。就如果你是个仇人，你是不会这样去教育自己的女儿，所以他就会在跟他的相处方式里面，感觉上会认为，这里面是内有乾坤的，一定是。那樊长玉更加就是了，他从小到大跟父母在一起，他肯定是不会认为自己的父母有世仇的是这么穷凶极恶的罪人，对他们的罪一定是，要不就是有苦衷的，对，应该要不就应该是有苦衷，而且有种就是自己父母对自己有这么良好的一种教育的情况之下，他一定不会是坏人。所以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在给男主拍梦魇的时候，导演用了明暗交替的手法，谢峥一次次的穿过蓝色的染布条。那个时候就拍得挺懵的，说也不知道我在拍啥。我只知道导演要给我搞一个特别牛的转场，但是导演怎么去衔接，其实我只有在后面看到正片的时候才看到，就是蓝色，就是那个蓝白布条，然后冷光色的那个画面之后，我一伸手到暖色的回忆的妈妈那个状态，很牛，一般人想不到这个转场，真的是神级转场。你在干嘛？你看导演就是这样，就是现场夸他就是。不行了。你看，那个确实有点设计在里面，就是想到了一下，我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干啥呀？我不知道人家能不能解读得出来，就是说蓝白的这个东西，事实上是谢峥上吊的母亲的裙摆。我们在现场也讨论过这个事儿，观众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易的就看得明白这个点。我觉得可以说一下，这其实有一天一个小孩，他只有几岁，然后一推开房门。看到的就是一个上吊的母亲的裙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小孩冲击力很大的事情。对，是一个巨大的梦阴影嘛，对，所以他一直就会在一个蓝白的布条当中穿梭，他走不出来，这个就是他一辈子的梦。到最后其实也是有我们解开了这个梦的过程。但我觉得这点很好哎，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不一定能意识到，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连在一起的设计。就是如果连解读得出来那挺好，解读不出来可能就是气氛呗。没事，你已经解读了。大家都夸曾导很擅长用影子去表达情绪，用意识流的方式去呈现谢峥和樊长玉之间的爱意拉扯和流动。对，这些导演说我都快忘了，你给我提这些，那不能忘，我剪片我剪4-5个月了。哎呀，对我每天都见到你们，很熟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有一天你设计了一些东西，然后演员拍的时候又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观众看的时候又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如果你想了一个东西，然后演员演也尴尬，然后拍也尴尬，观众看也更尴尬，就很尴尬。想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在现场曾导、我、小田儿，我们3个人在走戏的时候，一般都会达成一个比较平衡的共识，这样的拍出来戏会很自然。导演也给了我们很多细节上的指导，把这些细节连在一起之后，这场戏就会变得更加的细腻。其实你们进组以后的第一场对手戏就是拍的影子，对吧？当时你们2个人在隔着窗户吵架。进组之后第一场戏，这场戏很紧张啊，我反正很紧张。我每部戏第一场戏特别紧张，尤其是那一天，我记得还是非常晚的夜戏。夜戏是夜戏。那天是第一天跟小田儿，是第一天见面吗？对，是第一天，然后跟导演也是第一天见面，非常紧张，不知道导演会怎么拍我们，所以那一天就是在紧张中度过了，但效果还不错了呢，应该还不错哈。那场戏其实他们隔着一个纱，就好像2个人有了隔阂的那种感觉，当时是这么想。但是导演后面叫我们的设计说，2个人又隔着那一层纱，然后眉眼含情，双手触碰，敢摸又不敢摸，爱就是想触碰时，但是收回的手。主意里面有很多烘托气氛的下雪的戏份，曾导能不能展开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现在已经有人说我太滥用下雪这个事情了，太滥用下雪，滥用。对我其实可能是个南方人，就是对雪这个事情就还没痴迷，对，就还没到厌的，还在新鲜感当中。当某些大情节想来的时候，那需要一些氛围，那可能就会想到，哎，不如下点雪吧。是的，因为下雨也不合适。对于导演来说，你下雨贼麻烦，下雪就简单嘛。雪确实也是有氛围的。而且我们整一个片子的设定，就前20集都是过年前的戏，下雪其实特别的合理嘛，顺理成章，它就是下雪。我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是传绍玉想要不要去荡掉这个簪子，然后去救你的那个时候，他问对，然后天上的母亲，对，因为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抉择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他一家人善良的一个表现，不只是你了，我觉得就连妈妈其实都是挺善良的，对，就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曾导还在剧里面埋了哪些小扣子？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爱奇艺的观众们分享一下？还有什么神来之笔？还有个你们在水里面拍那个，哪一场水里？哦，我知道了，豪华浴缸是吗？豪华浴缸，豪华浴缸，那这浴缸太豪华了，太豪华了。那你是武安侯啊？武安头。洗澡需要有这么大的地方吗？我说实话，那个浴缸大家看了之后就知道那个浴缸有多么的夸张。浴池，浴池对，它像是北方那种澡堂，平常可以洗50个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也给曾导、小田还有林鹤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首先是给曾导的花花，谢谢，感谢。这个是给小田的礼物。哎呀，谢谢。你有没有看到黄橙子的娃娃和樊长玉的娃娃在一起？对，看到了。我的是笋子。哦，这太肥了吧？你那只也肥，是，你不是说它肥不起来？好可爱。我在上面还写了一句话。我看到了，谢谢。哦，对，今天导演来表达一下我对导演这个戏这画面的崇拜之情。真的，最近我不是在研究那个摄影嘛，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是这构图。这光影真的很了不起，非常值得我学习。我遇到了恩师，感觉很厉害。我也没拍过那么帅的男的。哎，别，这就开始了。我感觉导演快要爆梗了，已经进入到了比较热烈的状态。心流状态了。喝了2两。掌管镜头的神。你让他自己多好，他就是那种很害羞的人。他非常害羞，回家之后拿张卡片就。谢谢曾导，掌管镜头的神，我们永远拥护你。谢谢。剧里面曾导也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很甜的陈皮糖吻，我们今天也在这里准备了陈皮糖。谢谢。送这个吗？哦，我以为你送给我的呢，开玩笑。剩下的全部由林鹤来买单。谢谢陈皮糖，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属于我们竹玉的陈皮糖送给喜欢竹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谢谢。你们把导演搞得以后都不敢参加这种。以后真得喝2两过来。是，喝过了。喝过了。OK。